还是徐总，我知道了。刚开完会，我跟销售们都觉得那女的想太多，太自作多情了。哎，有喝的。哎，那个，给我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啊。好。我在想，那个女的根本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敢肯定，她是个老处女，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真的觉得她很需要一个男人从她背后狠狠地踹一脚啊！您的咖啡不加奶，不加糖。这什么咖啡啊？给您专门调制的醋咖啡。我这种人确实需要有一个男人，在我背后狠狠地踹一脚，对吧，江总？他就是冯路飞。来杯咖啡吗？好啊，谢谢。你是来？我是来找你们冯总的，没想到在拍摄现场还有这么专业的咖啡机。现磨的咖啡才香嘛。看来你们冯总是个很讲究的人。这个咖啡豆也是你们冯总选的吗？是我选的。牙买加蓝山，不是牙买加高山极品，也不是牙买加休息，很专业。我很期待我们的第一杯咖啡。你表扬了一通，就把我的第一杯咖啡变成了我们的第一杯咖啡。你说话也挺专业的。你来早了，大家要半个小时以后才到呢。和人约会，我习惯先早到，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呢，看着我约见的人走进来。我喜欢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为什么？你能从他们走路的样子看出他们的性格。我习惯看他们的步伐，看他们的体态。你能够看出来，他们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容易冲动的还是沉稳的，甚至我还能看出来，他们是喜欢喝咖啡，还是喜欢喝茶。你到底是做什么的？看起来像个大人物，要不要请你去办公室里坐？我们的第一杯咖啡。谢谢。我和你一样，都不是什么大人物。这本书是你看的吗？对啊，你也看过。你是看到哪一页猜到结局的160多页。那这个作者太失败了。你差不多看到一半的地方就已经知道结局了。你呢？我从来都不猜结局，所以我能把每本书都看完。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来应聘的导演。我们导演刚刚被炒掉。就那么一会儿，我就不像导演了。因为你对这个场景丝毫不感兴趣，而且桌子上的脚本也没看。如果你真的是来应聘的导演，至少要打听一下拍摄的情况。我叫徐然，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愿意，随时可以到我的公司来上班。我去做什么？一个有洞察力又有品味的人，做什么都可以。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愿意，我随时欢迎你来我的公司。你可以来做导演，因为你很有品味和判断力。你最喜欢800万种死法里的哪一句？如果我带着醉意出生，或许我能够忘记所有的哀伤。方总，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把青阳所有的广告合约都交给你们公司。当然了，
前提是合适，你合适，我也合适。我相信你不是因为我父亲冯修文的原因才来找我的。虽然我们家族很富有，但是我这个公司首要目的还是要赚钱，所以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要推掉别的单子，接青阳的单子？你不需要理由，每一个有求于你的人，都会给你一个理由。你需要的是挑战，所以我给你出个题目。我想在同一条广告里，同时体现青阳洗发水根据男女不同的头皮特质而量身定做的多款产品，并且要着重体现出无懈可击的品牌精神。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如果说男人就像一部侦探小说，好比是800万种死法，那么女人就是一部童话。他们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规划好完美的人生结局。男人不一样，他们个个都是冒险家，未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我的题目就是要在同一条广告里，既有侦探小说，又有童话。除了广告合约之外，我刚才说的也不变。非常希望你能够来我公司工作。如果你真的可以来，我会为你特别的设立一个媒体部。我的邀请也不变。我很喜欢你刚才的演说。如果你能来我们公司，那做个文案吧。我猜冯路飞基本上已经答应了。怎么说？他知道我看过这本小说，还要把书借给我，不就是为了我还书的时候跟我谈合同的细节吗？听起来像调情。李总，总部的董事们明天就到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你想一想，跟他们谈什么条件？我提前来了。你终于同意跟我们公司签约了，我要代表公司谢谢你。这句话好像应该我说。你是甲方，听说甲方刚刚劫后余生。也不算劫后余生吧，只是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你换新书了？我又提前猜到了结局。那你能不能猜猜，咱们俩的合作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大获全胜，但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完了完了，老处女被我气走了。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她就是冯路飞？现在怎么办？你今天是怎么了？话变得这么多，脾气还这么冲，股票又套牢了。不过现在也好，正好让我们看看冯路飞的底线。哎，你看，发短消息来了，你的那位销售总监，不仅伤害了我和整个广告行业的尊严，也一定侮辱了他的同事吧？他生气了。我说那些话，谁不生气啊？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会跟我们签约的。今天下午2点，我要登顶奥体，我也找找李宁当年点火的感觉。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哦，对了，我只接了你第1通电话，后来的都没有接，短信什么的都没有看。没关系，我的电话只有公事，没有隐私。谈怎样了？李总，我相信您已经从各种渠道听说了这件事情。
没错。可是我收听的都是演绎版的，我不相信江东的情商只有小孩水平，所以我想听官方版的。官方版的是，江东在冯路飞面前情商真的只有5岁小孩的水平，所以冯路飞也用对付5岁小孩的方法教训了他。演绎版是冯路飞大发雷霆，断绝与我们公司的业务关系。官方版是冯路飞只是给江东调配了一杯特别的咖啡，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OK， 八卦完毕。啊，对了，谈回正事儿，是不是有一个公益慈善机构的资助计划？是的，我们的10几个公益组织里面挑选了这个失踪者家属的互助会。OK， 非常好。啊，对了，我不希望我们企业做慈善被人家认为是作秀，所以这个项目你要给点心思。这个当然，我已经安排叶柔跟进这件事情，而且我也会尽量多的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另外，李总，关于辣椒叔的事情，如果对您造成了任何困扰，我非常抱歉。徐然，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我相信你。记得，清者自清。徐总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伯父，明天晚上要举办宴会，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我知道你为什么邀请我，因为冯路飞也会去。没错，我想化解跟他的误会。好，没问题。还有什么事？这是传说中品德洁白无瑕的辣椒叔和他女朋友的照片。我不想要挟别人。你不要挟别人，不代表别人不会要挟你。你对辣椒叔客气，他不会感谢你的，他反而会攻击得更加猛烈。他已经放出风声，他要爆出更加猛的料。我要在他开口之前堵住他的嘴。江东，别人向你吐口水，你就可以降低身份，向别人甩鼻涕吗？不管是什么理由，我都不愿意用卑鄙的手段去阻止卑鄙的事情。请进。冯总不会是气还没消，到这儿来找江东的吧？签约。我想过很多方式表示对你的支持，打电话，请你吃饭，发邮件，但是我觉得都不如直接把合约送过来好。看来一个有经历的男人，果然更有魅力。能够得到冯总的合同，我很荣幸。不过说实话，我不相信你在美国没做过那些坏事儿，只是喜欢你的表述方式。我没见过一个人脸皮厚的这么理直气壮，所以我决定跟这人合作，有前途。我现在正式成为甲方了，我要求你修改广告方案。你们提出的青阳男士的形象还不够清晰有力，我讲究效率。1天时间，新方案。这位新朋友，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我叫汤七七，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离开了我们。我从小到大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可是在我高考的时候，妈妈也忽然消失了，所以我考试发挥失常，最后考到了一所很差的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这个创意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成功男人站在高山之巅，挥舞着球杆，一击而中。接下来呢，镜头是俯拍，一个高尔夫球，这个球飞上高空，越过山谷，在高空中，球跟一只鹰擦肩而过。接下来精准地落入了这个球洞。最后切回画面是这个男人的画面，同时响起青扬的广告语：“青扬男性，无懈可击。”整体的效果还可以，但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失望。这个创意可是你之前同意的，而且高尔夫球对应的是成功和精英感，老鹰球对应的是突破和勇敢，高山之巅对应的是独立，还有这个老鹰和球擦肩而过这个创意是我们很得意的，这个对应的是自信。我承认这是一个好创意，但是离我的要求还是有点距离。徐总要求一直都特别高，绝对不是针对你们。以前的产品广告，他也是亲自审核的。你错了，我是对青扬这个品牌的要求特别高，它是我们近几年来的主打产品。从总部到亚太区，直到整个大中华区，对青扬的期望值都非常高。我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你的这个方案针对的是男性消费群，我早就跟你说过，青扬的产品除了男士洗发水，还有女士洗发水。另外，这个方案里的男人，代表的应该是你父亲那类人，不缺钱，有地位。人生的挑战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怎么样可以一杆进洞。这不是具有青扬精神的男性。那青扬男性应该是你吧？也不是。我脑海中的画面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座充满阶梯的迷宫里攀登较量，看谁能够先达到顶峰。好，这个创意好。那我回去再做一下策划案。先走了。我跟我送你。徐总，1分钟后紧急会议在李总办公室。这么着急？是的，是临时通知的。好。这个是从美国寄过来的律师函，刚刚寄到我们的律师团，是要起诉你在8年前涉嫌欺诈贪污私募基金。原告是一个叫马凯的华人。马凯曾经是我的合伙人，他以前是证明我清白最重要的证人。我们的律师团跟他接触了一下，基本上没有调解的可能。马凯调解开出来的价钱，天价，就是奔着调解不成开的价。请进。李总，徐总，来了，坐，看一下这个。徐然在早几天的公开声明里宣称，马凯是他当年在美国被判无罪的关键证人。但是现在，马凯在美国起诉徐然欺诈贪污2000万美元的私募基金。我这刚刚收到马凯寄来的资料，我要求徐然自己出来向全体客户公开道歉，否则我将公布我手上的所有资料。你听说了什么？关于你，消息传得还挺快。冯氏家族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大家都在说你这次败诉的几率比较高。胜诉还是败诉，要上了法庭才知道。我想问的是，你确实做过这些事儿？如果你相信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